今天我要用芋头和杏鲍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用原型食材做成素肉棒，天然又健康，可以夹在吐司里面或是馒头里面，也可以煮个酱汁淋上去，变成一道下饭的菜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芋头和杏鲍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半颗的芋头，把芋头削皮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芋头切片，把芋头切块。把芋头放入盘中，排平均点，拿去蒸。用电锅蒸，外锅放1杯水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来蒸。准备一些米豆，把米豆的头尾撕掉，有纤维。把米豆放入盘中，准备一根杏鲍菇，把杏鲍菇切一半，再切一半，接着切成小丁，把杏鲍菇放进搅碎机里，现在来打碎。打碎成像这样子细枝状就可以了。把杏鲍菇放入大的调理碗中，准备一条小黄瓜，把小黄瓜去头去尾，把小黄瓜切一半，再切一半。把小黄瓜切成跟米豆差不多一样的长度，接着来切成条状，细一点的条状。把小黄瓜放入盘中，芋头蒸熟了，哇，芋头香味好香哦！芋头压成泥之前，放入1/4茶匙的盐，1/8茶匙的白胡椒粉，1/4茶匙的五香粉，糖半茶匙，纯白芝麻油半茶匙。把芋头压成泥。今天用原型食材做成素料，一方面是想说可以少吃一点加工食物，像素料就是加工食物。我其实呢很偶尔才会吃，可能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或者是外食的时候呢，就会吃到素料。如果在家自己煮的时候呢，就会不会放素料。像我的食谱书里面啊，还有频道里面的料理影片呢，都是以原型食材为主。原型食材的英文叫做 whole food， 定义就是尽量接近食物的原貌和状态，少加工，没有添加物。像今天我准备的食材啊，芋头、米豆、小黄瓜、杏鲍菇这些蔬菜水果呢，就是原型食物，或是早餐吃的纯麦片、纯黑芝麻粉、坚果等等的，都是原型食物。那加工食物呢，就是经过加工处理后看不出来食物原始的风貌，像是洋芋片、薯条、素热狗、素火腿等等的塑料。我在人人焦点网站的上面看到说啊，加工食品呢，大部分是由5种以上便宜廉价的工业食品原料调配而成的。比如说像是糖啊、油脂、盐分、人工色素、调味剂、稳定剂、防腐剂这一些。那最常见的加工食物就是有含糖饮料啊，小朋友最喜欢吃的，还有零食、蛋糕、泡面、冰淇淋、糖果等等。
这些都是加工食物，都是我觉得很美味、很解馋舒压的食物，但是呢，就是对身体健康和营养是没有好处的。虽然这样看起来好像加工这2个字就觉得是贬义的意思。等一下呢，我就来说说看加工食物呢，有些也是有益的哦。有益的另一面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把这个芋头压成泥，都已经压好了，放入大的调理碗里面。放入地瓜粉1汤匙，中筋面粉3汤匙，把所有食材拌匀。已经拌匀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来热一锅水。盖上盖子，把水烧开。水已经滚了，放入1茶匙的油，半茶匙盐，把米豆放进来烫，还有小黄瓜。大约烫3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，夹起来。接着用厨房卫生纸把米豆和小黄瓜擦干。表面的水分擦干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取一些，把它捏成长形。压扁，取一条米豆放上来，给它包起来。头尾露出来一些绿色的，很漂亮。包起来之后再搓一下塑形。一条完成了。刚刚说到加工食物，加工其实不完全是不好的，因为社会发展的必然，食物经过适当的加工，品质会更安全，种类也会更多。就好像牛奶为了延长保存时间，需要做杀菌处理；为了顾及乳糖不耐受的人啊，酸奶是在牛奶的基础上发酵而成，可以对肠道有一定的营养调节作用。黄豆本身它其实也是原型食材，但经过加工呢，它就可以延伸出很多种的食物，就比如豆腐、豆干、豆浆，还有调味用的酱油、豆酱等等。这些都是加工食品比较有益的一面。我在华人健康网看到一篇报道，他是在说一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学者呢，招募了20位的年轻人，让他们就住进一个实验室里面1个月。然后就来看看其中半个月呢，受试者呢就给予原型食物的餐点，另外半个月呢则是用超级加工食品。然后每一天呢，他们在房间里面呢都是摆满大量的食物，即使是非用餐时间呢，也是可以随手可得吃零食。然后他们就被鼓励饿了就吃，饱了就停，吃多少完全操控在自己。
结果发现呢，相较起原型食物，受试者吃超级加工食物的时候呢，每天平均多吃下500大卡的热量。而这样吃法啊，也很快的反映在体重上。吃原型食物的这个半个月呢，他就瘦了1公斤，然后吃加工食物的是胖了1公斤。这个研究结论呢，很明显的看起来就是吃超级加工食物呢，容易吃太多。然后热量过剩就会导致肥胖。大家最难戒掉的是什么加工食物呢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我的话呢，最难戒掉的加工食物就是洋芋片还有薯条，这2个加工食物我觉得这个洋芋片跟薯条就是有一种魔力，让你越吃越上瘾，不知不觉你就容易越吃越多啊。看到这个实验后呢，我真的会好好的去把这个洋芋片戒掉。大家的加工食物就是很难戒掉的是什么呢？在影片下留言跟我分享。那我们现在继续做。准备适量的玉米粉，取一条酥肉棒，沾上玉米粉，可以了。锅内倒入多一点的油，油热了，放入锅里面。先让它炸定型，等下再来翻动。有定型了，来翻面。再继续让它炸，两面都炸定型了，就不定时的翻动。这里比较焦了，就再翻动，让它煎另外一面，变成焦黄色。全部都变成焦黄色了。可以关火取出，把刚刚炸素肉棒的油沥出来，先不要热锅，放入100cc 的过滤水，2汤匙的番茄酱，1汤匙的酱油。1汤匙的素蚝油，1茶匙太白粉，1/4茶匙的盐，1茶匙的糖，1/4茶匙胡椒粉。把所有调味料先拌匀，等下再开火加热。你也可以把所有的调味料放在一个碗公里面拌匀之后，再倒入锅里面加热。我这样直接倒进来。就可以少洗1个碗公。酱汁渐渐变粘稠了，颜色也变得比较深，再继续翻炒。我觉得有一点浓，现在再加30cc 的水进来，继续翻炒。起锅之前加点白芝麻，翻拌一下，我们的酱汁就完成了。
在吃饭了，还是吃素肉棒？你看一条一条的，很像什么？很像什么？我觉得很像热狗。好香哦！跟我一样。咬下去，哎，你没咬断了，妈妈咬断了。咬下去很脆，有那个米豆，脆脆的。很香哦。有那个番茄酱跟素蚝油组成的酱汁，很下饭。但是不够。很好吃。芋头满满的芋头香，超好吃的。望远镜。是万花筒。好不好吃？里面有夹小黄瓜。有吗？大家也可以去做变化，不要夹小黄瓜，可以换成玉米笋。我好香哦，这样子，不是脆脆的，就是很软糯的口感，然后很松软的那个芋头，好吃。好吃。真的好吃。美味。好了，大家有空可以试做看看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沾点酱汁，好吃哎。夹在那个面包更好吃，对不对？应该。会好吃吧？真的省事啊。正在想象。